2025年才过去几个月，世界却像被拖进了一部灾难大片，剧情高潮迭起，让人应接不暇。韩国总统尹锡悦因擅自宣布戒严被弹劾下台，举国哗然。韩日两国森林大火吞噬山林，千年古刹化为灰烬。缅甸 7.7 级强震不仅摧毁当地，还震塌数百公里外的曼谷高楼。这些事件接连上演，仿佛在提醒人类，命运的齿轮正加速转动。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，一位泰国女预言家普莱声称，这些只是灾难的开端，未来2个月，全球将面临更大的浩劫。她的预言是危言耸听，还是真有未卜先知的本事？今天我们以轻松的口吻聊聊预言为何有时准得吓人，有时又完全跑偏，顺便看看该如何应对这些神秘预警。或许听完你会默默打开购物软件，囤上几箱泡面，以防万一。这里是意识觉醒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。回看今年，灾难的节奏快得让人喘不过气。一开年，韩国就陷入政治风暴。尹锡悦因2024年底未经充分理由宣布戒严，被国会指控严重违宪。4月初，宪法法院一致裁定弹劾生效，他黯然下台。这是韩国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，民众有的上街欢呼，有的错愕落泪，整个国家一度乱成一团。这场权力地震为2025年开了个震撼的头，仿佛预示着这一年注定不平静。紧接着，大自然也开始发威。3月下旬，韩国全境突发20多处森林大火，干燥强风助长火势，短短几天烧毁5万公顷林地，创下历史之最，连千年古刹都未能幸免，数万居民被迫撤离。与此同时，日本西部的冈山、爱媛等地也爆发罕见野火，持续多日难以扑灭。专家分析，东亚年初异常干旱高温是主因，气候变化让小火苗迅速演变为失控的火龙卷。本该冰雪覆盖的冬日，韩日却烈焰冲天，这反常景象让人心头一紧。更大的灾难在3月末悄然降临。缅甸中部突发 7.7 级强震，房屋倒塌无数，数千人不幸丧生。令人瞠目结舌的是，远在数百公里外的泰国首都曼谷也未能幸免，一栋大楼在长时间摇晃后整栋垮塌，造成严重伤亡。曼谷素来被认为远离地震带，甚至被戏称为永不地震的城市，这次却被现实狠狠打脸。短短几个月，从政治动荡到自然灾害，人类与大自然轮番给世界上了沉重一课。这些接踵而至的事件，让不少人开始好奇，难道真有人能提前预知这一切？灾难频发时，人们总希望抓住一根预警的稻草，于是各路预言家纷纷走进公众视野，试图为混乱的世界提供一丝指引。其中，印度神童阿南德是个绕不开的名字。这位少年精通印度占星术，早在13、14岁时就因预言致命疾病横行而走红，很多人将2019年底的新冠疫情与他挂钩，让他一夜成名。此后，他每年都在网络上发布全球局势展望，涵盖疫情、经济、战争等。今年3月，他在 YouTube 警告喜马拉雅地震带风险极高，特别提到3月和8至10月是危险窗口。缅甸强震发生后，网友惊呼他又说中了。不过，阿南德的支持者与质疑者始终争论不休。粉丝奉他为神童在世，
批评者却认为他预言模棱两可，总能被事后解读为准。比如，他曾预测某年会爆发第3次世界大战，吓得人心惶惶，结果并未发生。尽管如此，他的年轻化风格让预言这门古老技艺变得更接地气，成了网络热议的焦点。历史上，预言界的传奇人物也不少。法国的诺查丹马斯在16世纪写下的4行诗晦涩难懂，却被后人解读出无数大事巧合，从伦敦大火到世界大战，仿佛他早已看穿未来。保加利亚盲眼预言家万加同样名声在外，据说预言了苏联解体、911恐袭等，但他也有些离谱预测，比如2023年地球轨道改变，人类遭遇外星人，听起来像科幻小说。对这些传奇人物，人们往往宁可信其有，但又无法证实他们的能力是真有灵感还是纯属巧合。毕竟每逢大事，总有人能从他们的预言中找到对应点，准得让人头皮发麻。亚洲本土预言家近年也层出不穷。泰国占星师索拉查去年底放话，称曼谷市中心将有地震，2025至2027年灾难将比2024年严重10倍。当时这话听起来耸人听闻，但今年3月曼谷大楼倒塌，他的预测突然让人毛骨悚然。台湾命理师李敬维也在3月中警告月底将有大地震。缅甸强震后，他的预测被疯狂转发，引发热议。他进一步提醒，未来半年南海或台海可能出现海上危机或火山爆发，4月起全球动荡加剧。众多预言家异口同声，指向上半年不太平，仿佛某种神秘的第六感在不同人身上产生共鸣。这种同步的预警让人不寒而栗，很难不让人怀疑是否真有超自然力量在暗中示警。不过，预言这东西就是如此奇妙，灵验时让人五体投地，不准时又让人哭笑不得。相信者觉得预言家有通天之能，不信者则认为不过是蒙对的巧合。按下怀疑，我们来认识本文的主角，泰国女预言家普莱，看看她有哪些让人瞠目结舌的预言事迹。普莱自称天生能预知未来，甚至能与阴间存在对话。10多年前，她在泰国已小有名气，但真正让她声名大噪的是2014年的2起重大事件。先是马航 MH370 离奇失踪，震惊全球。据说普莱当时在一档节目中预言了客机大致下落方向，甚至提到1年多后会找到残骸。2015年，疑似 MH370 的残骸碎片被发现，他的预测被广泛热议。紧接着，韩国岁月号渡轮沉没，数百人罹难。事后有人指出，普莱似乎提前预示了一艘灰色船只的沉没，不幸言中。这2场国际灾难接连命中，让他被封为神级预言家。此后，普莱的预言事迹不断被传颂。他曾预告泰国娱乐圈将有知名人士横死，不久一位女星在意外中丧生，让粉丝唏嘘不已。他还预测过台湾大选结果，虽未全准，但准确案例足以让人刮目相看。他坦言，预言可能因天机不可泄露而有所偏差，但他的信众仍蜂拥而至。每逢重大事件，人们总翻出他的话验证一番。今年3月曼谷大楼倒塌后，他彻底火到国际，连中文媒体都在报道，可见他的影响力非同小可。让普莱声名远播的是他对2025年上半年的惊人预言。2024年12月27日，他受邀上泰国热门脱口秀 PAX CP， 语出惊人的预告
2025年上半年，缅甸将发生大地震，曼谷会受波及，一栋大楼将倒塌。他不仅点明地点，还细化到3、4月是危险期，建议市民将贵重物品存放在高处或银行，以防地震引发水灾或建筑倒塌。当时，这番话引发热议，但更多人半信半疑。然而，3月28日，缅甸7.7级强震发生，曼谷大楼倒塌的消息传来，所有人惊呆了。他的预言精准的仿佛亲眼所见。泰国媒体争相报道，网友疯传他的预言集锦，封他为东南亚预言女神。震后，普莱接受多家媒体采访，分享对未来局势的看法。他称，缅甸地震只是世界分裂的起点。回顾过去2年，日本、新西兰接连发生海啸等异象，仿佛为这次大震埋下伏笔。更令人紧张的是，他警告更大的灾难还在后头。未来几个月，多起灾变将接连发生。4月，泰国传统泼水节可能因暴雨变成雨水节，曼谷部分地区将淹水1到2周，沿海需防海水倒灌。6至8月，邻国可能发生毁灭性强震，伴随特大洪水，可能是印尼或菲律宾，地震或引发海啸，波及东南亚。他还提到7至8月某国海底火山将喷发，泰国游客可能因观光丧生，暗示太平洋火环带不稳。更有趣的是，普莱提到政治性洪水，称7月起中国洪水可能影响泰国北部、清迈、清莱或被淹没，建议囤粮炖金。这政治性一词引发猜测，可能是地缘政治压力或中国水坝泄洪的外溢效应。网友还联想到泰国遣返维吾尔族人事件，认为这可能是隐喻。他还暗示香港可能有地震，中国下半年或有牵动国际的大事，指向台海或南海紧张。印度神童阿南德也提到南海可能有冲突，多个预言家指向同一方向，让人不寒而栗。普莱的预言像一张灾难日历，3月地震，4月洪水，7月火山，8月强震，夹杂政治风暴。若全应验，2025年堪称多灾多难。但预言为何时准时不准？首先，观察者效应可能改变未来。预言公布后，人们的行动可能避免灾难，比如政府加固堤防，居民提前转移，灾难减轻。预言看似不准，实则救人。其次，东方观念认为天机不可泄露，预言家点到为止，命运或自行调整，预言变得模糊。再者，名气压力让预言家倾向模糊预测，网友夸大或误传也增加偏差。比如，某预言家没说过的事被传为说过，失败时又算他头上。人们还常只记住准的预测，忽略不准的，选择性记忆放大神准形象。最后，未来本就多变，预言家看到的只是某种可能，像天气预报，80%概率下雨，也可能一滴不下。人类社会的每一次选择都可能触发蝴蝶效应，改变命运轨迹。古代瘟疫预言可能成真，因无应对手段，现代医学发达，疫苗可能扑灭危机。预言家看到的是未经干预的未来，但人类并非被动接受，而是不断改写结局。预言的准与不准，既有预言家能力表达的局限，也有现实中人们反应、社会干预、随机巧合的作用。预言的价值不在于神秘，而是提醒我们居安思危。普莱说，他预言是为让人准备，而非炫耀。预言让我们关注自然信号，如地震前动物异动、
气温异常，培养对环境的敏锐。科学也承认某些灾难前兆，若我们多留意，或能提前避险。预言还促使检查防灾物资，备好手电、干粮、急救包，未雨绸缪胜过临时抱佛脚。普莱警告的洪水、火山若促使政府和居民准备，即便灾难发生，伤亡也会减少；若没发生，准备也不白费。对普通人，这是个契机，检查逃生路线、防灾物资，确保有备无患。预言中的全球危机强调国际合作。南海冲突、跨国洪水、火山影响邻国，说明天灾人祸非一国之事。气候变化需全球减碳，灾难需各国互助。预言敲响警钟，促使从现在开始协作，改变未来。对个人，预言激励邻里互助，商讨自救计划，在灾难中守望相助。预言家无法替我们承受灾难，真正减少伤害的是人与人的团结。预言还带来谦卑与希望。谦卑的是，我们承认对未来了解有限，科技也难100%预测。希望在于，未来并非铁板一块，每一个选择都能改写命运。预言预示的黑暗，让我们有机会点亮灯火。它的价值不在于让我们绝望，而是让我们有备无患，团结互助，坦然面对挑战。对待预言，既不盲信，也不全盘否定，视其为特殊资讯，理性分析，做好准备，勇敢前行。2025年是浮世或未可知，普莱的警告可能部分实现，也可能落空，但与其坐等，不如行动起来。关心环境，留意自然信号，检查防灾物资，确保家人安全，与邻里商讨互助计划，增强社区韧性。未来充满不确定，但冷静准备与守望相助是我们应对未知的最佳预案。愿所有可怕预言只是虚惊，但我们已准备好迎接任何风雨。安全第一，心态第二，面对未知，希望不灭，未来在我们手中。让我们带着警觉与信心，迎接2025年的每一天。